随着林苍兰和青书的死，林浩清终于顺利当上谷主，但他并没有履行约定放云禾自由，而是将他关了起来。云禾担心长义拼尽全力闯开结界，却没有在思过窟找到他。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林浩清，逼他放人，却被告知了万花谷的秘密。原来林苍兰身上也有寒霜，并深入骨髓，无药可医。但这寒霜并不是出自万花谷，而是仙师傅为了操控玉灵师下的毒。几百年来，林苍兰发现天仙和地仙两股力量互融，可以压制寒霜，但在玉灵师中尝试后，只有云禾活了下来。云禾这才明白为什么青书临死前会将一身功力传给他，他又为什么总是有青筋冒起。原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试验品。林浩清还告诉他，如果他不能将体内的两股力量顺利融合，等待他的只有死亡。眼见自己已无希望，云禾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放长义自由。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顺德在这时来到了谷中。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带走长义，却没想到云禾竟为了爱人当众违抗命令。顺德一边一边的抽了过去，可他宁死都不肯松口。长义看着云禾被折磨却无能为力，那么桀骜的一个人终究是为他跪了下去。云禾震惊之下眼泪夺眶而出。顺德离开了，长义被带走，大殿之中只剩下云禾黯然神伤。他拖着伤痛来到思过窟，告诉长义自己会引开守卫帮他逃跑。云禾不想再见他受到今日的屈辱，为了让长义有力量逃走，他还诱骗他想将鲛珠从体内拿出来。可长义并没有如他所愿，反而将鲛珠封在他的体内，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逃了，那么等待云禾的将是酷刑。可云禾想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，还是狠下心来赶他走。自己已逃不出这宿命，那么他希望至少还长义一份自由，和爱人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终究成了一场美梦。云禾怕长义不愿逃走，狠下心来不再相见。可长义在见不到他的情况下，竟主动求见了顺德。云禾得知消息后匆匆赶过去，却听到了那熟悉的嗓音，正唱着歌，鲛人之歌，歌唱自由。那美好的愿望让云禾落下泪来。而长义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，鲛珠是信物也是承诺，是此生绝不相负的决心。云禾知道再也劝不动他了，一切都成了定局。眼看分离在即，云禾提出去仙师府之前想绕到人间，他想带长义四处看看，领略人间美景，看尽世间繁华。两人来到集市，长义一眼就看上了两块玉佩，一块上面刻着玉，另一块刻着人。可老板却不愿意卖，只因为玉佩都是成双成对，他从没见过人和玉一对。于是云禾大手笔的将所有玉佩买下，送给了周围的人，只为长义喜欢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可两人却并没有将玉佩拿走，人注定要分别，只能留下一对玉佩了却遗憾。长义对所有事物都极为好奇，只要他拿过的东西，无论贵贱，云禾都大方的买了下来。长义都替他心疼这些钱。两人来到一处山顶之上，俯瞰人间景象。云禾深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。长义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自由自在一直是他的梦想，如今却成了奢望。如果可能，云禾真心希望此刻爱人相伴，岁月静好，能化成永恒。可惜也只是如果。幸运的是，两人居然赶上了中秋佳节，城里一片热闹繁华。他们手牵着手在街上逛着看着，直到听见有人叫喊着钓鱼送红绳。长义停下了脚步，他想起了在阵眼中云禾的那句千里姻缘一线牵。云禾见他喜欢自告奋勇的就去钓鱼，谁知半天鱼也不上钩。长义见他有些不开心，居然作弊让鱼主动游了过来，还美名其曰的说是云禾教得好，鱼顺利的钓了上来。长义一路拿着红绳傻乐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许愿树下。长义在绸带上写下愿望，愿我所爱之人平安喜乐，这是他对爱人最诚心的祝福。可这愿望却像针一样扎得云禾心疼，绸带随着法术飘上了最高的树枝，这又何尝不是云禾对他的祝愿？天空中突然放起了烟花，将夜空照得如白昼一般，虽然转瞬即逝，却在绽放时瑰丽无比。随着灯会的散场，两人同行相伴也到了结束的时候。云禾带着长义来到一处小屋，像平常情侣般闲话家常，幻想着男耕女织的生活，幻想着美好的将来。可这幻想让云禾泪如雨下。长义看出了他的失落，于是从怀中掏出了那2根红绳，两人互相将红绳绑在对方的手腕上。他对云禾许下承诺，不管今生还是来世都会找到你。单纯的长义总是那么美好，让云禾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可他知道自己早已没有今生可言。中秋的月亮总是那么圆，但人却在这天注定要离去。云禾施法让长义睡了过去，并用尽全力消除了他身上的禁锢符。他带着美好的回忆和无比的遗憾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屋。云禾已下定决心，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取长义的自由。他已经想好，等他去顺德那里认了丢失鲛人的罪之后，就叫林浩清带长义离开。可林浩清为了保住云禾，并没有顺从他的意愿，而是将事情始末告诉了长义，
并将他放了出来。常毅匆匆赶到营地，想要带着云禾离开，可云禾知道周围仙师府弟子众多，他们根本就无路可逃。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自己来拖延时间，让常毅成功逃脱。于是云禾硬下心来，不愿跟他走，还说出了那些句句诛心的话。可长义心里记得的都是他的好，执着的不愿相信，他还是拉着云禾一起逃了出来。眼看到了悬崖边已无路可走，但常义还憧憬着美好的将来。见眼前之人如此单纯，云禾只得狠下心告诉长义，自己根本就不愿意逃亡，还变出一把匕首强迫他放手。就算这样，常义还是紧紧地握住那双手，不愿松开。可云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因恨离去，只有恨才能让人彻底死心。云禾说出了违心的话，常义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人，那张熟悉的脸庞突然就变得陌生，欺骗的痛苦，背叛的无助，让他疼得说不出话。于是在云禾将匕首送进他胸口时，常义忘了躲避，只是眼里的一滴泪化作珍珠掉落下，身上的伤不及心里的痛，让他并没有看见云禾眼里的不忍。为了彻底斩断和常义的纠葛，云禾割断手中的红绳，他如愿的让常义知道什么叫做哀莫大于心死。原来死心只是一瞬间的事，原来死心是连痛都感觉不到。追兵的声音已近在耳边，云禾匆忙将常义推向了悬崖深处，他随即担心地向下望去。常义回想起往事，他不愿他毒发身亡，忍着噬心之痛拔下鳞片。他为了一生一世一双人将鲛珠作为信物给他，他不忍他被寒毒折磨，心甘情愿地砍断了自己的尾巴，终究是错付了一段真情。常义什么都没有了，家没有了，心也没有了，